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翔。LG 最近发表2018上半年最新旗舰 GT ThinQ， 主打萤幕占比更高的超亮萤幕，以及能辨识更多场景的 AI 照相功能。另外，喇叭音质也有进化。不过近期 LG V30S 也刚在台湾上市，而基本上是 V30 Plus 的加强版。那么究竟 GT ThinQ 与 V30 系列在外形规格上还有哪一些差异呢？赶紧进入主题吧。从正面看过去，就可以清楚分辨两者的不同，尤其是在上边框的位置。G7 采用上刘海萤幕设计 ，V30 则是使用上下对称的边框。虽然 G7 刘海的左右两旁主要是用来当做状态栏使用，但如果你对于刘海设计不满意的话，也是可以将它隐藏起来。不过状态栏的资讯依旧会以反白的方式来呈现。另外比较大的差异 ，V30 采用上双曲面萤幕 ，G7 则是平面萤幕。再转到手机背面，两款手机虽然都具备双镜头，但摆设的方式差很多。G7 主要是以直列式来陈列 ，V30 则是以横向为主。另外，闪光灯跟雷射对焦模组的位置，两款手机则是分别摆在镜头的左右侧。至于按键上也不太一样，像是 V30 则将电源键结合了指纹辨识器 ，G7 则具备一个独立的电源键，同时也多出一个 Google 助理快捷键，可以用来快速开启助理界面以及下达指令。而在主要的设计资讯，可以发现到 G7 较 V30 长一点，厚度上也厚了一些，但宽度则是少上许多，大约跟16:9萤幕的5寸手机差不多，而后者则约为5.5寸。那么材质上，两者都同样采用双面玻璃结合铝合金边框，不过正面玻璃的弧度则不太一样。至于耐用度方面，两款都通过了美国军规防摔测试，以及具备 IP68 防尘防水等级。那么在感应器方面，两款手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一样有着独立界面的语音以及脸部辨识系统，但G7这次还在语音上加入了一项超远距离的语音辨识技术，让使用者可以在最远5公尺内对着手机下达语音指令，这时候手机就会完成你指派的任务。而在机身的颜色上 ，G7 目前共有4种，像是极光黑、摩洛哥蓝、铂金灰以及树莓粉。至于 V30 Plus 则有5种，包含极光黑、奇幻银、烈焰红、异响紫、魅影蓝。而 V30S 则有摩洛哥蓝以及白金灰2种。至于正面则都是以黑色为搭配，另外不代表所有的颜色都会上市，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选择。接着说到显示资讯，虽然 G7 相较于 V30 大上 0.1 寸，萤幕占比也高了一些，但因为 G7 采用上 19.5:9 的比例，所以 V30 虽然尺寸小了一点，但实际面积比起 G7 还要来得大。另外还有几点要注意，比方说在播放 16:9 的影片时，左右会留下黑色区块，不过现在都可以以缩放的方式来填满整个萤幕，但有些画面就会因此被裁切，而有的应用程式也会针对特殊比例做调整，但有些程式就没有。那么在技术上，虽然两款都采用上 2K 解析度，但材质则有非常大的差异。G7 采用的是 IPS 萤幕，但相较于一般萤幕所采用的 RGB 3原色排列较不同， G7 还加入了白色像素，除了能够增加整体萤幕亮度之外，相较之下也会更省电。而这次 G7 还新增一个超亮模式，最高亮度可以达到惊人的1000尼特，在户外相较于一般手机都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只不过这个模式需要透过手动来开启，另外一次只能维持3分钟。至于 V30 则采用上 POLED， 每个像素都可以自体发光，所以比起 G7 可以显现极黑的色彩，在对比度上也高出许多。另外在色域上也广了一些，虽然在最高亮度上相较于 G7 较少，只有600尼特左右，但因为萤幕构造特性的不同， V30 在户外的表现预计也不会太差。只不过仍然要注意 OLED 较容易有色衰烙印的现象，所以尽量避免以高亮度处在同一个画面太久。那么其他方面，两款手机也都有提供相当丰富的色彩模式选项，另外可以自行调整萤幕的色温等等。而这次 G7 也加入 V30 的悬浮功能列，开启后就可以从萤幕侧边直接拉出你想要使用的小工具。接着说到主相机，基本上两款手机都是以标准搭配超广角，而从规格上来看 ，G7 的标准镜头延续了 V30 的配置，同样采用混合式对焦以及具备光学防手震。另外采用上晶透镜头，有助于提升影像的色彩还原度以及亮度。至于超广角镜头 ，G7 则提升到1600万，但相较于 V30 的拍摄范围来得窄一些。不过优点是能减少照片边缘的变形情况。其他差异像是影像处理器的升级，对于 G7 的画质表现也会有一定的提升，但因为受限于硬体规格，我认为进步幅度相当有限。
那么在相机应用方面，G7延续了 V30 的 AI Cam， 不过相较于 V30 只有8种，G7则提升到19种，能够辨识更多的景物，对于使用者来说也会更加方便。另外，它也提供多种滤镜选择，而这次还加入了肖像模式，无论广角还是超广角镜头，都可以模拟出更加自然的前景深照片，模糊的程度也可以自行在拍摄时或拍摄后进行调整。除此之外，G7也加强了夜景拍摄，透过像素合成的方式，让照片看起来更加明亮。不过，虽然 V30 也具备这项技术，但 G7可以提升4倍 ，V30 则是只有2倍，只是画素一样都会降为400万。其他部分则延续 V30 的功能，像是可以辨识1162种照片中的物件，并透过标签来分类，让相簿变得更聪明，对于使用者来说也更方便。另外，像是 Q-Lens 透过相片来找寻资讯，又或者是使用 Graphing 模式来套用专业人士的相机设定值，这些也都没有缺少。至于录影方面，则没有太大的差异，其他则一样延续专业模式，可以自行调整相当多的参数，另外可以套用不同的滤镜效果等等。而在前相机的部分，G7相较于 V30 系列，虽然拍摄的角度较窄，但画素以及光圈都有升级，预计画质表现会更好。另外 ，G7也多出肖像模式，可以用来制造前景深的效果。那么音讯方面也有提升，虽然两款都是采用单颗喇叭，但 G7这次针对喇叭的音质做加强，透过 Boombox 技术，相对于 V30 多出更多的剩余空间，而这些空间则用来做共鸣式使用。另外，加大喇叭的单体尺寸，以及增加晶片电压，让音量以及低音的表现更加杰出。同时也首度加入 DTS:X 环绕音效技术。如果有开启这项功能，但插入耳机后，手机就会将音讯模拟成 7.1 声道的效果。其余则没有太大的变化，一样具备耳机孔、高解析音讯输出等等。最后看到硬体的部分，两款虽然都搭载 Android 8.0， 但 G7 具备更新的应用功能。至于 V30 是否之后会透过更新来获得，这部分依旧得以官方的决定为主。那么在处理器方面 ，G7 采用上高通今年的旗舰处理器 S845，V30 则是去年的旗舰 S835。当然以效能来看，绝对是前者较好，整体提升 25%， 耗能则减少 30%。但基本上两款在平常使用，甚至是玩 3D 大型游戏，也都能跑得顺畅。高帧率、画质开满也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你对于效能相当注重，那么两款手机中还是建议选择 G7。至于其他主要硬体配置，前者分成2种版本，包含 4GB 记忆体、64GB 储存空间的 G7， 以及 6GB 记忆体、128GB 储存空间的 G7 Plus。至于台湾所上市的 V30 型号，分别是 4GB 记忆体、128GB 容量的 V30 Plus， 以及 6GB 记忆体、128GB 容量的 V30S。而目前 G7 还不确定会引进哪一款，但从 V30 引进的机种来看，预计会引进 G7 Plus。至于电池方面，两者都具备 QC 3.0 快充以及无线充电技术，但 G7 在电量部分则较 V30 少。不过续航牵涉到许多的因素，所以这部分就比较难推测，但预计两者不会差太多。那么连接方面，两者都具备相当顶级的配置，包含 WiFi 的支援速度、蓝牙版本等等。而在通讯上，两者都有较大的变化。比方说 G7 将具备 4G 加 4G 双卡双待，支援的网络速度也会再次提升。不过这部分变数较大，所以正确的 LTE 等级、载波聚合以及频段等等，依旧得以官方公布为主。而目前 G7 建议售价还未公布，但推测会比 V30S 多出1000到2000元。那么两款间到底该怎么选择呢？我认为主要可以从萤幕来挑选，这方面的差异最大。其实像是喇叭音质、处理器也可以当做选择条件。当然，如果从价格上来看 ，V30 Plus 会是这几款中更好的选择。至于 V30S， 如果跟 G7 的价差太小，那么就建议选择 G7， 毕竟 G7 采用上更好的处理器。那么以上的资讯就给大家作为参考，所有有关于资讯上的更正都会在影片说明处进行更新。最后，你们看完影片介绍后，你会选择哪一款手机呢？赶紧在右上方投个票吧！还有，别忘了在影片底下分享你选择的原因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在底下按个喜欢并分享。想要持续追踪的话，别忘了订阅频道，并按下提醒铃声，才能随时收到通知哦。另外，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